马兰知道这里全是蛇鼠一窝，眼下也不是跟这个美国狱警讲道理的时候，于是便连忙问他道：我现在能给家里打电话了吗？可以了，杰西卡·布朗斯通淡淡道，吃过晚饭就是放风时间，到时候你可以用你的 ID 卡给家里人打电话。说着，他将一张纸条悄悄塞进马兰的手里，低声道：这就是我妹妹的电话，买烟的话跟她联系。一听说能给家里人打电话了，马兰激动得无以复加。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他的手抖到连勺子都拿不起来，只能勉强地对付了几口，便赶紧跟着大部队一起到了放风的场地。放风的地方便是监狱中间的一处操场，四周被高墙和建筑包围，约莫有半个足球场大小，1000多号犯人此时差不多都挤在这里。在操场的边上有犯人专用的小商店，以及一排插卡的公用电话。马兰第一时间便来到。马兰知道这里全是蛇鼠一窝，眼下也不是跟这个美国狱警讲道理的时候，于是便连忙问他道：我现在能给家里打电话了吗？可以了，杰西卡·布朗斯通淡淡道，吃过晚饭就是放风时间，到时候你可以用你的 ID 卡给家里人打电话。说着，他将一张纸条悄悄塞进马兰的手里，低声道：这就是我妹妹的电话，买烟的话跟她联系。一听说能给家里人打电话了，马兰激动得无以复加。他恨不得现在就立刻去给叶晨打个电话，哭着让叶晨想尽一切办法救自己。可是要想给家里打电话，就必须要等晚饭时间结束，所有人都到操场放风的时候才可以。于是马兰也只能跟随大部队来到餐厅。在餐厅里，马兰因为双手实在无力，只能捧着餐盘，才勉强把餐盘带到一个无人的角落。当他坐下之后，克洛伊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，端着餐盘坐在了他的对面。而他的那些党羽，也就是刚刚享受过马兰足疗服务的几个女犯人，也一下子蜂拥而至，将马兰围了起来。马兰有些惊慌，连忙问克洛伊：请问你有事吗？克洛伊看着马兰笑了笑，挑眉问道：我听杰西卡说你家里很有钱了，给你充卡一次性就充了1万美元。马兰只能唯唯诺诺地说道：我女婿这个人比较孝顺，他肯定是怕我在这里面受委屈，所以才让律师多存了一些钱。克洛伊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既然你家里这么有钱，那我今天开的条件可能就得稍微调整一下了。马兰紧张地问道：你想怎么调整？克洛伊笑道：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把1天1条香烟改成1天2条，这对你的家庭条件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。马兰一脸肉疼地说道：你之前说找那个杰西卡买香烟，1条只要400美金，可他刚才跟我说1条要1000美金。克洛伊丝毫不惊讶，笑着说道：1000美金对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？2条也不过就是2000美金而已。但是如果你花了这2000美金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在贝德福德山城教所，没有人会再欺负你。马兰一听这话，连忙问道：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克洛伊笑着说道：只要你能让你的家人每天从杰西卡那里买2条香烟，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不会再重演。我和我的姐妹们以后非但不会欺负你，反而还会罩着你。马兰听到这里，微微松了口气。每天2000美元折合成华夏币确实不是一笔小数，但是他相信自己女婿赚钱的实力。毕竟叶晨平时出去给别人看风水，随随便便就能赚个几百万华夏币，折合成美元也有几10万了，足够自己在监狱里
高枕无忧地生活很久。想到这，他连忙对克洛伊说道：“好，只要你能够兑现承诺，我吃过饭就给我的女婿打电话。”好，克洛伊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进贝德福德山城教所这么久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有经济实力的狱友。原本他只要让人从杰西卡那里买一条香烟，自己除了得到一条香烟之外，还能得到$50。而刚才杰西卡私下里也跟他说了，若是能让马兰的家人以$1000的价格从他那里买香烟的话，自己除了香烟之外，还能得到$300。别看贝德福德山城教所是一座女子监狱，但在这里，香烟和卫生棉条都属于绝对的硬通货。只要有这2样东西，在监狱里就能换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而至于他从杰西卡那里分得的美元，克洛伊则全让杰西卡存进了自己在监狱里的账户。虽说他在监狱里不怎么需要花钱，但这笔钱存在监狱账户，其实才是最稳妥的办法，因为将来出狱的时候，账户余额都是可以兑换成现金的。以前杰西卡1个月也就能弄到2-3千美金，不过现在马兰来了，就等于是来了一棵摇钱树。1天2条烟，不但能保证自己可以在监狱里换到所有需要的东西，还能净赚$600，如此一来，1个月就是12000。所以他决定对马兰改变策略，尽全力从马兰身上压榨出更多的美金。随后，马兰用他那只比帕金森患者还要颤抖的右手，勉强对付了几口饭，随后便赶紧跟着大部队一起到了放风的场地。放风的地方便是监狱中间的一处操场，四周被高墙和建筑包围，约莫有半个足球场大。整个贝德福德山城教所的1000多号犯人，此时差不多都挤在这里。而在操场的边上，还有犯人专用的小商店，以及一排插卡的公用电话。马兰第一时间便来到公用电话前，排了半天队，才终于排上一部电话。把自己在监狱里的一卡插进去，他便立刻拨通了叶晨的电话。这种时候，他知道打给女儿没什么用，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那个神通广大的好女婿。而此时此刻，叶晨刚在费家吃完晚饭，万破军的手下还在沿着梅玉珍和宗秋华的线索追查，而监狱里万龙殿也早已经安排进了3个女战士。只是那3名女战士眼下并没有跟马兰分在同一个监室。手机忽然提示一个纽约本地的电话来电，叶晨几乎瞬间就猜出应该是丈母娘马兰从监狱中打来的，于是便按下了接听键，揣着明白装糊涂地问道：“你好，请问是哪位？”电话那头，马兰哭泣的声音传来：“好女婿，是我啊，好女婿，妈在监狱里好惨啊，你可一定要救救妈啊！”